000内线电话响了起来，海玲接听了内线电话，秘书告诉她凤晴来了，请凤小姐进来。海玲吩咐着秘书，然后放下了话筒。凤晴来了，海玲对陆东明说了句。陆东明神色自若地道：他来就来呗，我们俩又没有作践不得人的事，不用刻意回避。他是海玲的未婚夫，不经管城的人知道就是江城的人也知道一二的。凤晴在海玲的办公室里看到他是很正常的事，况且他还是海玲这家公司的幕后股东之一，等于这里也是他的地盘，只是他没有参与公司的经营而已，仅是投资。他相信海玲能将公司经营得很好的。海玲失笑，并没有说什么，而是去泡茶。很快，凤晴便进来了，跟着凤晴进来的还有方瑶。方瑶两边手都没有空着，拿着大包小包的。海玲刚泡好一壶茶，从茶水间出来，见状，她说：“凤晴，你给我拿了什么东西来？这么多。”凤晴先和陆东明打了声招呼，然后让方瑶将东西放下，自顾自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看着从茶水间里出来的海玲说道：“你们不是快要回管城了吗？给你们准备了一点年礼，还有就是给你和陆总的新婚贺礼，等你们办婚礼的时候，我未必在新婚贺礼就提前给你们吧，反正你们回了管城就领结婚证的了，提前几天送你们新婚贺礼也适合。”海玲给凤晴和方瑶各倒了一杯茶后，又走过去推着陆东明过来，然后也给陆东明倒了一杯茶。他和陆东明坐在一起。既然是长辈送我的新婚贺礼，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。凤晴年纪比海玲小，但她辈分比海玲高，的确是长辈。我也给你们准备了点新年礼物，待会儿让人给你送过去。礼尚往来吗？两个人有亲戚关系，相处得像朋友，但有时候又是敌人。总之，关系有点复杂。凤晴笑笑说道：“我不需要新年礼物。”敛起笑意后，她沉默片刻后，又说道：“我们家不会有过年的气氛。虽说母亲死有余辜，可对于她兄妹4人来说，他们是新丧母，过年哪有什么心情？”海玲看着她问道：“你那3个哥哥还在跟你闹着分家产的事？”郑一帆兄弟3个闹着要分凤月的个人私产，海玲知道，整个江城的人都知道，凤家随着凤月的死已经出现了裂痕，上一任家主的后代又回来争夺家主之位，下一任的家主到底是凤晴还是海玲，江城人在打赌。当然，99.9%的人都会赌海玲赢的。海玲背后的势力太强，凤晴虽说熟悉凤氏集团以及凤家的家务事，可她背后没有靠山，在家族里的支持率也下降了。不是说凤晴的能力不行，她是凤月的女儿，凤月做了什么事，由媒体曝光，江城人也知道了。要说凤氏族人心里没有疙瘩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他们怎么可能支持凤月的女儿上位？哪怕凤晴比凤月温和多了，人是会变的。几十年前，凤月刚上位时，对凤家族人也是很温和的呢。等他坐稳了家主之位后，就开始排除异己，除掉那些能力强的族人，将权势集中到家主的手里。所以啊，不能让凤月的女儿接管家族。海玲的支持率是最高的，除非海玲放弃接管凤氏家族，否则下一任家主非海玲莫属。凤氏集团上上下下那么多人，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开年之后，他们就会换老总。郑华和他的3个儿子也清楚这一点，所以着急的分家产，离开江城，害怕遭到海玲的打压、报复及针对。没有了母亲这个靠山，郑一帆父子4人在江城的地位那是一落千丈。以往围在他们身边的所谓朋友都跟他们疏离了，还没有疏离的则是旁敲侧击的打听他们能分到多少家产，想拉着他们投资。所谓的投资，其实是想坑他们一大笔钱，然后跑老。提及父兄，凤晴的神色黯然，说道：“他们是吵着闹着要分家主，
我妈的遗嘱有2份，一份是以前写下来的，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有一份是后面增加的，是近1年来才修改的。他们非要说第2份遗嘱是假的，怀疑我和律师勾结修改的遗嘱，好让他们分不到多少家产。既然他们不相信，那就打官司了，我随时奉陪。海玲说道，第2份遗嘱对他们不利吧？若有利，郑一帆他们不会说遗嘱是假的。凤晴嗯了一声，第1份遗嘱，我妈名下所有私产，分给我50%，我3个哥哥各10%，余下20%是平分给我那些侄儿女们。我爸没有份，我妈说他的个人私产等于是他婚前从你外婆那里继承来的，等于是婚前财产，所以我爸分不到，也说当初结婚时签了协议的，不管以后是离婚还是我妈先走，我爸都不能分凤家的所有财产，包括我妈的个人资产。我爸有自知之明，倒是没有跟我闹，也不跟我争。不过他在我哥哥他们背后当军师，出谋策划的让我哥哥们跟我闹。因为遗嘱里面写明了，我3个哥哥分得家产后，需要养我爸老，如果他们不养我爸老，会收回他们分到的家产。在我爸过世之前，我3个哥哥能分到的财产，他们只能拿到利息，本金还在我这里的。我妈其实也替我爸考虑了养老的问题，或许她对我爸没有爱情，但几10年夫妻亲情还是有的。想到父母后来闹得那么僵，父亲心里怨恨着母亲，凤晴在心里叹息，也不知道是谁对谁错了。父亲出轨固然有错，母亲那里也有问题的。到死，母亲爱着的都是费先生，费先生对母亲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，他都比母亲大那么多，若是他早早结婚生娃，以他的年纪都可以当他母亲的父亲了。由于父爱的缺失，母亲才会喜欢比他大了那么多的费先生。费先生当年对他母亲那么好，全是看在他大姨的份上。凤晴再次在心里叹息，过去的事他不去想，也想不来。费先生还活着，但他回来是替他的家主报仇的，也让他母亲彻底明白，终其一生都得不到费先生的爱。母亲已死，所有爱恨情仇都随着母亲的死烟消云散了。所幸母亲在临死前是后悔曾经对长姐做过的事。海玲说道，你妈还是很精明的。凤月心狠手辣，还心狠手辣，对后事安排的倒是妥妥当当，防着郑华父子4人搬空凤家。不得不说，身为一个家主的凤月，对于家族算是尽责的了。身为一个母亲，她则显得太偏心，对3个儿子表面很不错，真到分家产时清醒得很。后面增加的遗嘱修改了继承内容，海玲能猜到几分？凤晴嗯了一声，说道，后面的遗嘱则是将家产留给我，我3个哥哥每个人只能分到2%，我的侄儿女们各分到1%，对我爸的养老安排没有了。母亲逼着他离开江城时跟他说过，个人私产几乎都给了他的，让他还着大笔的财产，跟着方瑶离开江城，远走高飞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城市重新开始。有母亲给的那一大笔钱，就算他们俩不投资做生意，仅是守着那份家产过日子，也能保他一辈子的衣食无忧。对他这个亲生女儿，母亲可以说是倾其所有了。他还不是在母亲身边长大的呢，这是血缘关系，骨肉之情。但若说血缘关系，骨肉之情，母亲对3个哥哥又无情得很，只能说这是凤氏家族的风俗习惯吧。凤氏家主的财产，哪怕是个人私产，若是他不分给儿子们，也不会有人说什么。不像其他人家那样，大部分家产都给儿子。凤家的是女儿金贵，继承大部分的家产，甚至是全部。这份新的遗嘱是大半年前写下的，那会儿我爸已经出轨，被我妈抓到了。大概是这样吧，我妈就修改了遗嘱，不再安排我爸的养老。几10年的夫妻之情，随着郑华的出轨，
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的。凤月是真不顾丈夫老年的死活了。至于儿子们要不要给郑华养老，那是他们的事，毕竟3个儿子都姓郑的。凤月只管跟他姓凤的，怪不得他们要闹，要否定第2份遗嘱了。海玲说道，换成任何人都会怀疑遗嘱的真实性。郑一帆兄弟3个从继承10%到2%，跌得太多，以凤月个人资产来算，他们少继承了几千万甚至过亿的家产，能不跳脚？需要帮忙吗？海玲温和地道，需要帮忙尽管开口，我们可以帮你摆平这件事。凤晴拒绝了，不用，我能自己解决。海玲也不勉强，这属于凤晴的家务事，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了。凤晴从自己的包里拿出2个大红包，她将2个大红包递给海玲，海玲不接，看着她。这2个红包是过年给洋洋和我表姐的孙子的。我是长辈，过年吗？总要给晚辈红包。过年的时候我就不过去了，你帮我把这2个红包带回去给他们吧。凤晴温笑着，我还挺喜欢洋洋的，洋洋很可爱。海玲，你将儿子教得很好，可以预见10几20年后洋洋的成功。管城那边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小娃娃就只有洋洋和商无痕的儿子，海童肚里那个还没有出来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们准备的新年礼物里都写好了名字，是给谁的了。有一份是给海童肚里那个宝宝的，小一辈得叫我姨婆，也不知道海童的宝宝是儿子还是女儿。我就男孩女孩的见面礼都备了一份，若是个男宝宝，那一份就留给他的2胎吧。凤晴笑道，以他们战家对女儿的期盼，我想海童和战少以后会追生2胎，拼个女儿的，所以准备了双份，不会多的。我外甥还没有出生，你都给他准备了礼物。海玲说你这是准备一走了之，跟我们断绝来往了吗？凤晴也不否认，我早晚会离开之礼，年后咱们交接好，待你稳定些了，我就会带着方瑶离开，以后不知道还会不会再见。该给的礼物提前准备好，提前送。在母亲死后，凤晴就做着离开的心理准备了。或许表姐不会针对她报复她，可是彼此之间却难以像正常的表姐妹那般来往。她的母亲害死了表姐的母亲，而她的母亲之死也是因为表姐过来复仇所致。就算她的母亲死有余辜，她也不记恨表姐。可是表姐妹之间有疙瘩却是事实，她走才是最好的。若是她还留在江城，留在这里，家族里的人也不放心，公司里的人也担心，一山难容2虎，担心她以后还会和海玲争斗，让凤氏集团处于动荡之中。2人总要有一个退出远离，另一个才能站稳脚跟。凤氏家族即将迎来的是海玲时代，不是她凤晴。我也厌倦这样的生活，还是回到我自己的圈子里吧。过去的好友们我都疏离了，觉得太对不起他们。有机会还是想和他们修复关系，继续做朋友的。海玲默默地看着他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好一会儿，海玲才问他，你和方先生若是办婚礼，不管你身在何处，都要给我们来一份请柬。只要你请我们，我们必定去参加你的婚礼，以你娘家亲戚的身份。他们也的确是凤晴娘家亲戚。凤晴看向方瑶，方瑶也看着他，彼此的眼里都只有对方。等到我们俩结婚的时候，一定会给你们送一份请柬，邀请你们参加婚礼的。不过估计没那么快吧，跟你和陆总一样，先领结婚证，婚礼不着急办。凤晴算是在公开场合下言明了她会嫁给方瑶。方瑶眼里的深情更浓烈。凤月换回亲生女儿，最后未能让亲生女儿接管凤氏家族，好歹帮亲生女儿找了一个专情的男人，守护女儿一生。对凤晴来说，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不是什么也没有，相反，她得到了很多。最满意的还是方瑶，钱财身外物，
母亲留给他的钱财，他反而没有那么激动。海玲说道：“可以的，先领结婚证，再慢慢挑个好日子办婚礼。你们俩办婚礼的时候一定要请我们。”海玲反复地对凤晴说道。凤晴笑了笑，说道：“走到那一步再说吧，现在还早着。”他知道海玲是想给他撑腰，让方瑶知道他背后是有人的。虽然方瑶不会那样对他，但是海玲的好意还是让凤晴感动的。若不是母亲做了伤天害理的事，他和海玲肯定能成为很好的朋友。哎，凤晴在心里默默叹气。略坐了片刻后，凤晴便起身对海玲说道：“海玲，你忙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先走，明年再见。”海玲起身相送，一直送他和方瑶到电梯门口，陆东明都坐着轮椅跟着出来。方先生好好的对凤晴，她是个好女孩。明知道方瑶一辈子都会忠于凤晴，海玲还是忍不住叮嘱一句。她的辈分比凤晴小，可她年纪比凤晴大，又是过来人，她就忍不住像长辈那样叮嘱。方瑶沉声应着：“海小姐放心，我这辈子生是小姐的人，死是小姐的鬼，一辈子都会对小姐好的。她爱慕小姐，能得到小姐的回应，她就很开心了。老天爷待她不薄，让她比其他当助理的好多了，至少她真正能和小姐过一辈子。历代家主助理，他们时刻跟在家主身边，朝夕相处，又有几个真能管住自己的心的？大多数都会对家主动心，只是他们不敢表白，除非家主对他们也有爱意，才能发展下去，否则他们就只能一辈子当个助理，像杜先生那样，尽职尽责，到死都是孤身一人。海玲嗯了一声，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海玲，我们走了。凤晴向海玲挥了挥手，便进了电梯里，方瑶立即跟着他进去。海玲站在电梯口，目送着两人进了电梯，随即电梯门关上，隔绝了他的视线。他站在那里好一会儿，才转身往办公室走回。陆东明停留在办公室门口，他没有跟到电梯口。他们走了？陆东明温沉地问。海玲推着他的轮椅，推他往里面走。咱们马上就要回管城了，凤晴过来跟我们道个别的。他做好了离开江城的准备。若没有上一辈的恩怨，我还挺喜欢这个表姨的。陆东明说道，你们能处成这般也很好了，他是挺不错。公私分明，三观正，不用担心他。他在回凤家之前，本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，算是个成功的创业者。回到凤家后，他虽说没有暴露他的私人产业，却也在经营着。如今他的公司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，撇开他凤家少主的身份不说，就凭他以前的努力，如今的他也有近亿的身家，算是非常成功的创业者了。大环境不好，创业艰难，多少人创业亏了个血本无归。凤晴在以前就能经营好公司，让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，代表他是个有能力的人。他身边还有个方瑶，方瑶各方面都很优秀，主要是忠心。他们这种人等同于古代的那种死士，就算是死也不会背叛主人。陆东明倒是对方瑶很有好感，希望他和方瑶能够幸福吧，想来也会幸福的。方瑶看他的眼神满是宠溺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他们俩能和我们这些人相处得来，相互欣赏，说明是一类人。方瑶会是个妻奴，以后绝对是宠妻成瘾的。陆东明敢肯定，妻奴的队伍会添一名新队员，便是方瑶。海玲看着他笑，陆东明忍不住伸手轻捏一下他的脸。这样看着我笑，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看我周围的男人，哪一个对老婆不好的？苏南是个宠妻的，战印就更不用说了，以前在管城，他被人称为铁树，说他铁树不会开花，人又冷漠，出入都带着保镖团，把他保护得好好的，年轻的女性无法接近他。谁想到他结了婚会变成个妻奴，简直就是宠妻狂魔。现在大家都说得罪战印不可怕，
可怕的是得罪海童。海玲笑，目前来看，小军和彤彤都是很幸福的，小飞也会幸福，我表哥表嫂的感情也很好。的确，他们熟识的人，只要结了婚或者谈着恋爱的，感情都很好。咱们也得提前给乔叔他们送点年礼，还有江城几大豪门，交情不深，但也得送送礼，以后要常跟他们打交道了。哪怕他不接管凤氏集团，他在江城混，也得与那些人打交道。目前来说，他并没有得罪那些豪门大佬们，趁还没有利益矛盾，先来往来往。陆东明宠溺地道，你决定就好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我都陪着你去，在这里你说了算，以后在家里也是你说了算。海玲走回到沙发前，看了看凤晴送来的新年礼物，以及给她和陆东明的新婚贺礼，还有咱们也得给凤晴和方瑶准备一份新婚贺礼。他们俩真正结婚时，凤晴未必会在江城，也不一定联系我们了。我感觉她明年与我们一别，余生不再来往。凤晴有这样的打算。陆东明说道，若有缘会再见，若无缘相遇都会擦身而过。过了年咱们还要过来的，还有时间，倒是不着急准备新婚贺礼。海玲接管凤氏的一切，凤晴会和海玲做好交接，所以给凤晴的新婚贺礼不用太着急。海玲没有再说什么。从海玲公司出来的凤晴上了车后，对方瑶说道，去医院看看我爸爸。方瑶默默地开车载着他出了海玲的公司，往医院而去。你不喜欢我去医院看我爸？凤晴这句话是肯定句。方瑶说道，你父女俩没感情，见了面也容易吵架，每次你从医院回来心情都低落，我是不想你去医院看他的，他对你没有半点真正的父女情。郑华对凤晴这个亲生女儿，如今更多的是恨吧，觉得凤晴就像凤月那般无情心狠。凤月留下来的那么多家产，他一个人霸占那么多，郑华父子4人恨不得凤晴去死。有没有感情，只要他还是我的父亲，住着院，我这个当女儿的总要去看看的。是每次从医院出来，我都心情低落，他心情又能好到哪里去？凤晴和父兄等于是互相伤害，气死对方。方瑶不说话了。在半路上，凤晴还让方瑶在一家花店门口停了车，她下车买了一束花，水果和营养品她没买。看到她只买了一束花回来，方瑶忍不住莞尔，郑生看到你只买花，肯定老大不爽，花不贵又不能吃，放上几天便枯萎了，他更希望你买点营养品给他，不买他会将我送去的营养品转手卖出去换钱。感觉他们已经掉进了钱堆里，什么东西都想换成钱带走。凤晴知道父兄也在做着离开江城的准备，除了我爸他们都不差钱，还是老想着要钱，一点东西只要值点钱的都要卖掉。方瑶默了默后说道，家主活着的时候修改了遗嘱，按照遗嘱来分配财产，他们分得太少，他们自己创业没有成功，总是亏本，以前有家主给他们都抵，亏得再多也不是亏他们的钱，他们无所谓那些房产、商铺等固定资产带来的收益，他们又觉得太少，眼看在凤氏集团的工作都要保不住了，他们不就着急？子孙不如我，留钱有何用？子孙强于我，留钱做什么？还是要自己有本事，足够强大才行。不要指望着继承家产啃老，若是没有本事，就算能继承几座金山银山，也会坐吃山空。郑一帆兄弟几个不懂得经营，开公司投资总是经营不善。以前在房地产最火热的时候，他们也投资过房地产，本来在风口上猪都能起飞的，他们投资开发建起来的楼盘，销售额却低得要命，还是亏。当时江城投资房地产的人，
估计就只要郑一帆他们在这个项目上亏的吧。最后还是凤氏集团出面接手了他们投资开发的楼盘，经凤氏集团一番运作改造，那些房子才慢慢的卖出去。那次之后，凤月就不许儿子们再投资房地产。凤晴说道，他们习惯了花钱如流水的日子，其实以他们每个月固定的租金收入，超越了很多人，足够他们一家人安安心心的生活。哪怕我哥哥们不上班，也不会饿死。他们靠收租一个月也有好几万到十几万的收入了，不操心他们。2年前，他们但凡对我这个亲妹妹好一点，我都不会坐视不管。他们眼里心里只有凤若，有困难找凤若去呗。凤若活着时留下来的那点房产，他们和凤若的亲生母亲也在争，有些还是在我凤氏的名下，对方争不了；有些是凤若名下的了，凤若的亲妈争上一争，估计能分一点吧。凤若跟亲生父母也没有感情，她打心里瞧不起亲生父母，不愿意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爸妈。她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是凤家的接班人，亲生父母仅是凤家的佣人。刚知道真相时，凤若是非常难以接受的，待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后，凤若又害怕失去她拥有的一切。凤月那会儿对养女感情更深，也舍不得让养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受苦，继续留凤若在身边，不过是按凤氏的规矩，不再让凤若当接班人。是凤家养大的凤若，凤若拥有的一切也是凤家赠予。打起官司来，凤家胜算大，能分到的财产也会多一点。为了钱，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金钱是人性的试金石，能轻易试出人性的丑陋。到了医院，凤晴让方瑶病房外面等她，不用跟着进病房。方瑶便在病房门口的走廊等着。凤晴深吸几口气，才抱着花束推门进去。进去就听到郑华在和佣人抱怨着他的冷酷无情，抱怨凤月的偏心眼，还说凤月那是死有余辜，应该早点死的。要是凤月早几年就死了，凤家就是凤若继承。凤若与父兄感情好，若是凤若上位，他郑华在凤家就能横着走，是凤家的老爷子了，也不会缺钱花。凤若孝顺他，他想要钱，跟凤若说一声，凤若就会给他一笔钱，那就没有凤晴什么事了。照顾郑华的佣人替凤晴说话，他说道：“郑先生，大小姐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家主活着时对你也不算差，你做了对不起家主的事，还想继承家主的个人财产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你怪大小姐对你不好，你身为父亲，对大小姐这个亲生女儿又好到哪里去？”佣人在心里腹诽着，家主那一枪怎么就没有将郑先生带走？能活命就不错了，居然还嫌东嫌西，想要这样那样的，那是凤家的财产，与他姓郑的有什么关系？虽说家主活着时很严厉，他们上班时提心吊胆的，但站在女人的角度看问题，佣人都替家主感到不值。要不是大小姐交着医药费，安排人过来照顾你，就靠几位少爷。呵呵，郑先生怕是哭都没有地方哭，意思是让郑华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大小姐好歹还念着点父女之情的，她真如你说的冷酷无情，你死了她都懒得来看两眼呢，不识好歹。郑华被佣人驳得脸色铁青，怒道：“我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如今你一个佣人都敢这样驳斥我了。”佣人不客气的道：“郑先生什么时候是个虎？”郑华语塞，他在凤家几十年，说话都不敢大声，腰都直不起来，完全看凤月的脸色过日子。得凤月看中的佣人，他都得刻意去讨好一下，就怕别人会在凤月那里说他的坏话。听到了熟悉的脚步声后，佣人扭身走了几步，就看到了进来的凤晴，他恭敬地问好：“大小姐。”郑华吓了一跳，凤晴来了。
他刚刚在抱怨凤晴的不孝，凤晴居然来了。凤晴听到了多少？郑华颇为紧张，转念一想，自己是当爸的，凤晴就算听到了他的抱怨又如何？还能把他吃了不成？凤晴就是不孝，能继承那么多财产，也不说给他一点养老钱，好歹给他一栋别墅让他养老呀，然后每个月再给他一笔生活费，不要求多，一个月有个30万生活费他就够的了。阿姨，我爸这2天恢复的怎么样？凤晴随口问着。郑先生恢复的还不错，不过毕竟上了年纪，还需要再住几天院才能出院回家静养。佣人实话实说，医生建议我最少还要住上半个月的院。郑华不想太快出院，怕出院后没有人照顾他了。只要出了院，凤晴肯定会调走照顾他的人。儿子们忙，儿媳妇对他这个公公向来是面上孝顺，实际上不将他放在眼里。凤晴是不急凤弱，好歹是亲生的，不会不管他的死活。马上就过年了，爸是打算在医院过年。凤晴示意佣人出去，他抱着花束走过去，拿走了插在花瓶里的那束开始枯萎的花束，插上了新买来的。郑华看着他插花，嘴里抱怨着：“你买花做什么？花又不能吃，也不算好看，还费钱，放也放不了几天就会枯萎。你难得来看我一次，给我买点吃的，我还开心。爸又不缺吃的，上次给你买的水果不还在这里？”凤晴瞟向那些水果，是他买来的。郑华撇撇嘴说道：“水果有什么好吃的？你买的又是普通水果，不好吃。爸吃了大半辈子的进口高档水果，吃这种普通时令水果真心吃不下去。你给爸买点营养品，爸失血过多，要补血。”凤晴拉过了一张椅子，在椅子上坐下来，似笑非笑地看着父亲。郑华很讨厌女儿这样的表情。爸，我妈已经不在了。凤晴提醒父亲，我妈或许没有真正爱上你，但也跟你做了几十年的夫妻，为你生儿育女。她在，你才能享受荣华富贵，吃好喝好。爸能吃了大半辈子的高档水果，是托我妈的福。如今我妈不在了，爸也就没有那个福气了。给你买了什么过来，你就吃，嫌弃低档，不好吃。下次我过来，连束花都不给你买了，空着手来。咱们是父女俩，不用太客气。不孝女，就是个不孝女，只会气他。凤晴刚才爸说的话，就是发牢骚的。爸说了什么话？我没有听清楚，爸说了什么？郑华支支吾吾的，没什么，爸什么也没有说。这死丫头不承认听到他的抱怨，他才不会重新说一遍，又不是吃饱了撑着。爸要吃苹果吗？我给你洗个苹果。凤晴问了句，却不等父亲回应，就自顾自地拿了2个苹果去清洗。很快，他回到床前，将其中1个苹果递给父亲，他自己啃1个。郑华不喜欢吃苹果，但他还是接过来。爸真打算再住半个月的院？郑华没好气的道：“我不住在医院里。住哪里？出院我住哪里？凤家大宅现在除了你和方瑶，我们都不被允许进入。凤晴，你能不能有点骨气？那是咱们的家，你怎么能向他们低头，将自己的家拱手上出去？你妈知道了，气得棺材板都压不住。”凤晴边啃着苹果边说道：“那不是我的，我妈临死前知道她错了，要向我大姨道歉。从我大姨那里抢来的一切，妈的意思是还回去。凤家大宅还有我妈因为抢到了家主之位，霸占吞并的财产都是属于大姨那一支的。我是个孝顺的女儿，妈有那个意思，我当然要执行妈的临终遗言。”郑华听得一脸黑，你妈临终前什么都没有说，她怎么可能会让你把一切都还回去？少在这里糊弄我。我妈死的时候，爸在哪里？爸可没有在现场。我妈说了什么？爸知道。我妈给我的一切已经是我的，
我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，这个就不用爸去操那个心了，爸好好养伤便是。爸不想出院，那就在医院里过年。若是想出院，我会安排车辆送爸回老家养伤。郑华黑着脸瞪着他，你这是要赶爸走？凤晴，你个不孝女，我是你亲爸，你这样对我，就不怕我向媒体暴露你的真面目？凤晴笑，我怕什么？爸在媒体面前说出花来，别人会信你吗？会帮着你吗？这是我凤家的事。爸没有养我小不说，在我回来后，对我也不好，老想着坑害我。我没有直接断绝父女关系，很给爸面子了。爸，别给你3分颜色，你就开染房。就算按照妈的遗嘱去做，也不用我给爸养老。我是姓凤的，爸有3个儿子，爸的心也严重的偏向你的3个儿子，自有你的儿子给你养老。怎么说呢？我们都是亲生父女，我对爸没有什么感情，爸也不曾给过我父爱。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孝心的，等爸回到老家养伤后，我每个月会定时往爸的账户上转上一点钱，给爸当生活费的。郑华连忙问他，你每个月给我多少钱生活费？我以前被你妈压制着，活得一点也不自由，口袋里的钱就没有超过500块钱的。阿晴，爸也不贪心，你每天给爸1万块就行了。1万块是有的。郑华顿时有了笑容，亲生的还得是亲生的，1个月1万块我会给。郑华的笑容立即僵住，很快他叫起来，1个月1万块。凤晴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我是你爸亲爸，你妈给你留了那么多钱，你居然用1万块打发我？1个月1万块，还不如凤月活着时给他的多呢。好歹他那时候一天还有个400、500块钱，1个月下来也有1万多。爸嫌少吗？在老家生活足够了，多少年轻人上1个月的班，收入还没有1万块呢。我给爸1个月1万块的生活费足够了。我给了我这一份，我3个哥哥也会有表示，爸可以叫他们每人也给你1万，这样你就有4万块钱1个月，能过得很潇洒。